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武帝元鼎6年，真正的大事件来了。在这件事面前，武帝前半生的一切成就都只不过是铺垫，这件大事当然就是封禅了。武帝一直对封禅心心念念，更何况司马相如临终留下了一篇封禅书，以司马相如的文采，这篇文章对武帝而言简直就是火上浇油，不封禅就要死。前不久汾阴出土了一只大鼎，正好可以解读成封禅的祥瑞，事情应该提上日程了。朝廷里边儒学专家这么多，赶紧拟个方案出来吧。老问题又来了，儒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但繁门入节，还特别莫衷一是。如果有一个大权威，不管3七21就拍板了，就像叔孙通治理那样，事情倒还好办。但只要集体商议，那就不要指望能商议出一个结论来了。更要命的是，如果是解决一个工程问题，方案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总还有机会检验。但礼仪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彻底无从检验，怎么说怎么有理，怎么说怎么没理。武帝遭遇的就是这样的局面。用方案 A， 张三说万万不可；用方案 B 呢，李四说万万不可。不管哪个方案，哪个细节，总有人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武帝终于被搞烦了，把相关人等一律免职，封禅而已嘛，把王印上宫就是了。作为诗庆的导火索，封禅书是司马相如留给后人的第13个文化语码，我们有必要借助《史记》稍微了解一下。话说司马相如因病免职，住在茂陵。武帝听说他病得很重，生怕这位大才子死后文章著作会有遗失，就派了一个叫索中的人登门求取。索中赶到的时候，司马相如已经过世了，什么作品都没有留下。司马相如的妻子说，自家先生虽然经常有创作，但作品完成之后很快呢就会被人取走，只有一卷书是特地留下来的，交代说如果有使者来求书，就把这卷书呈报上去，其他的就没有了。司马相如生前特地给武帝留下的这卷书，就是著名的封禅书。唐人陆龟蒙的诗句说，封禅书成动地心，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至于司马相如留给武帝这份遗稿到底是应当还是不应当，批评的声音自然很多。宋代隐士林逋在临终的时候写诗总结遗生，有这样2句特别著名：茂陵他日求遗稿，有喜曾武封禅书。意思是说等自己死后，如果皇帝派人到自己家里搜求遗稿的话，绝对找不出封禅书这种祸国殃民、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后来苏轼读了林逋的诗，佩服得很，写诗说：平生高洁以难记，将死威严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南宋刘克庄说得更绝：幸无封禅书留稿，其有城门属买进，相当于把封禅书和城门赋并称为司马相如人生2大污点。意思是说文章是正经事业，既不该拿来谄媚君主、撩拨君主的不良欲望，也不该拿来卖钱。知识分子难免会有精神洁癖和味道情怀，但站在皇帝的角度，谁不想完成一场无比盛大的封禅大典呢？更何况从功能意义上讲，这类活动虽然劳民伤财，但皇帝怎样才能让全国人民认同自己、崇拜自己，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黄老知道那种清静无为的政治风格，在他的理想值上可以说是以牺牲统治者的存在感为代价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的。但一个有正常7情6欲的人，如果都当上皇帝了，却不能给自己多找一点存在感，这确实太强人所难了。普通人发了财都想炫富呢，何况皇帝？但是要想封禅，必须满足国泰民安、四夷宾服这样的前提条件。国泰民安倒还好办，不管老百姓到底开不开心，只要没有大规模的造反就行了。但是四夷宾服这个条件有一点难。如果封禅大典搞到一半，北边匈奴人打过来了，烧杀抢掠一番转身走了，汉军追不上，人口和财产的损失是小，打脸是大。还有闽越那边胜负未知，
封禅封到一半，如果传来损兵折将的消息，那可不行。转过年来，武帝元丰元年，这是新年号的开始。元丰的丰就是标志着这一年的封禅大典。当年冬10月，武帝亲率大军，骑兵18万，旌旗1000余里，耀武扬威，巡行北方边疆，给匈奴施加压力。不仅如此，武帝还派郭吉出使匈奴，在乌维单于面前撂下狠话，大意是说啊，有种你就来打，不然啊你就降了吧。乌维单于气炸了肺，气得杀人，但毕竟理智还在，没杀郭吉，杀的是引郭吉进谏的人，然后把郭吉关押到北海去了。当时所谓北海，大约就是今天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后来苏武牧羊就是在这个地方。郭吉向乌维单于下战书，有人理解为这是武帝向匈奴发出的正面挑战，但如果联系这一时期的封禅安排和匈奴一贯的作战风格，武帝的真实意图应该是虚张声势，确保在封禅大典期间匈奴别来捣乱。乌维单于假如掌握了准确情报，理解了武帝的良苦用心的话，聪明的应对方针就是给出决战的回复，让武帝在边境干等着，只要封禅大典开始就避实击续，激起骚扰之能事。但乌维单于并没有和我们一样的上帝视角，真的被吓住了，龟缩在漠北，不敢轻举妄动。武帝很有面子的撤了军，在乔山祭祀皇帝墓。乔山在今天的陕西延安黄陵县北。黄陵县之所以叫黄陵县，顾名思义，这是黄帝陵的所在地。今天我们去黄陵县可以看到规模极大的黄帝陵建筑群。武帝看到的黄帝陵远没有这样的规模，但不论规模大小，既然是皇帝的陵墓，皇帝总应该埋葬在这里吧。武帝忽然怀疑起来，不是说皇帝成龙升天了吗？人间怎么会有他的墓葬呢？这真是一句直指人心的灵魂发问。先秦江湖术士信口开河，编造出五光十色的美丽瞎话，把皇帝升仙的事情渲染得活灵活现，彻底把武帝忽悠住了。如今突然有一座皇帝的陵墓出现在眼前，这到底怎么解释呢？江湖术士的必备能力就是急中生智。公孙卿解释说皇帝确实已经升仙上天了，但人间的群臣很想念他，就把他老人家的衣冠葬在了这里。那衣冠冢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已经对衣冠冢见怪不怪了，但2000多年前，公孙卿能够在情急之下凭空想出这么一套说辞，思路不可谓不敏捷。哪怕往深里想，也只会觉得衣冠冢的安排特别符合人之常情，也难怪古今中外不约而同会有衣冠冢的存在。在这些宏大事件之余，武帝做了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借口卜氏不善文辞，调他做太子太傅去了，改任倪宽为御史大夫。假如卜氏有机会发言，应该会说，我不善文辞，这可是陛下从一开始就知道的接下来就是来自芈月的战报了。简言之，骆于善被自己人杀了，芈月举国投降。武帝顾及越人叛服无常，索性就把骆于善辖下的全部越人迁入江淮一带，便于管理。这次操作应该已经驾轻就熟了，先前呢已经以同样的方式安置过东欧人了。今天福建省的大片地区就这样被空置了，直到东汉末年汉帝国设置建安郡，当地才总算有了像样的人气和发展。赐仪宾服的事情就算大炸不炸了，武帝继续巡行各地祭神秋千，继续被江湖术士欺骗，终于来到泰山颁征了封禅大典。前前后后总之是各种喧哗与躁动，但这些喧哗与躁动却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皇帝一开心，当然呢就会生出与民同乐的冲动，于是各种免税，各种赏赐，各种价冠进爵。到了5月份，武帝才回到甘泉宫，行程总计18000里。财政之所以供应得上，全靠桑弘羊努力开源。开源的办法除了在京师设置平准机构，办搞官营经济之外，
剩下的也无非是给出激励政策，交钱交粮，既可以买官，也可以减刑。当年适逢一场不太严重的干旱，武帝呢照例安排有关部门搞求雨仪式，卜士又出来说不中听的话了，说政府只应当通过税收来维持运作，哪有亲自下场做生意的道理，所以用不着什么求雨仪式，只要把桑红羊扔到锅里煮了，老天爷自然呢就会降雨。卜士的原话里边烹红羊天乃雨这6个字特别掷地有声，后世凡是反对官营经济的特别喜欢拿这句话说事。当年还有2件小事，一是出现异常天象，有关部门用祥瑞理论做解释；二是齐王刘宏过世，没有留下继承人，齐国收归中央直辖。齐王刘宏的母亲是武帝宠爱的王夫人，前面讲过，王夫人病重的时候，汉武帝亲自去跟他商量刘宏的分封问题。王夫人希望把刘宏封在洛阳，但汉武帝没同意，说洛阳有武库濠仓，正当关口，是天下咽喉，从先帝以来不会在洛阳设置诸侯王。武库储备武器，濠仓储备粮食，这是国家的2大命脉，必须由中央直辖，无论如何都不能分封出去。史记还有记载说，刘宏死后，天下人都说齐国这个地方不适宜分封，这种说辞估计是摸准了武帝的心思，故意编造的吧。元丰元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资治通鉴》第20卷同样结束在这里了。我们下一讲再见。